我刚重生 S7 就踏入了 S 赛的决赛舞台，掏出了一手闻所未闻的送死刘赛恩，刚上场就大喊：“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这人头给喽！”于是赛场上就出现了一个1刀2刀3刀爆破我还有僵尸，我还能拆塔的疯狂赛恩，把对手折磨得恨不得拿板凳拍你，就连场下的教练也气得猛掐人中，怒吼：“你疯了，拿赛恩打 Zeus！” 此时首尔世界赛8强赛后台休息室，震耳欲聋的嘘声砸在金属门上，我猛地睁开眼，视线由模糊聚焦，我重生了，回到25岁。前世我就是在这被临时抬上场，被迫选3个大肉坨子抗压，兢兢业业做事也让经济，结果队友崩盘，我被Zeus单杀穿线。赛后全网骂我大龄混子废物，呼我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站起身，椅子擦出尖锐声响，走到战术板前画了个防御塔打叉。我上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教练愣住了，一把握住我的肩膀，灵眼上去就是死局所大树或奥恩，只要20分钟前不掉一塔，战队保你明年续约。我看着教练布满血丝的双眼，眼神冰冷平静，保我续约，然后继续当沙包吗？走吧，比赛要开始了。我推开休息室大门，4幕聚光灯瞬间吞没了我，几万名韩国观众欢呼掀翻穹顶。对面 Zeus 戴着圆框眼镜，世界公认操作天花板兑现暴君。我拉开电竞椅坐下，戴上隔音耳机，世界安静了，机械键盘冰冷触感从指尖传来。BP 开始 T1 封锁奈尔鳄鱼奎桑提逼我选纯挨打的坦克，教练在语音里急促指挥，锁大树带不灭之握复系骸骨镀层。我移动鼠标，光标没有停留，咔哒亡灵战神赛恩，教练直接扯下耳机破口大骂：“你疯了，拿赛恩打 Zeus， 你能摸到兵线吗？”我看都没看他一眼，符文点出爆破，吵死了我，声音冷得像脆冰，想赢就闭嘴，你们拖住对面4个人，10分钟我把 Zeus 一塔连根拔起。解说席上充满绝望，赛恩打 Zeus 杰斯移动沙包啊！游戏载入完毕，我买长剑3红没有多兰盾。解说惊呼：“灵眼买错装备了吗？”我没有理会，操作赛恩提着巨斧，没有走向自家上一塔，而是钻进河道朝 T1 上半野区摸去。一场颠覆认知的疯狂屠杀正式拉开帷幕。游戏时间0点45秒，全场目光锁定入侵野区的赛恩。解说惊呼一级：“凭什么敢进 T1 野区？”盲僧和杰斯在蓝 buff 草丛站岗，我贴着大龙坑墙壁卡视野极限，如同鬼魅溜进蓝 buff 背后草丛。我在等1分30秒，野怪刷新，蓝 buff 倒计时归零，瞬间我动了。赛恩迈出草丛，一斧劈在蓝 buff 头上，砰！沉闷打击声在野区回荡。Warner 瞳孔猛缩，赛恩他疯了。Zeus 杰斯锤形态砸脸，切换炮形态轰出强化电磁炮，盲僧天音波同时挂上，我血量如泄洪般疯狂下降。解说狂吼交闪啊，或许还能活，但我没有交闪，甚至不走位，双手稳如泰山，鼠标有节奏点击蓝 buff， 完全无视身旁疯狂输出的2人。普攻走砍在普攻，长剑出门，每一斧都砍在蓝 buff 大动脉上，蓝 buff 仇恨牢牢锁在我身上，血量见底丝血。盲僧2段回音机狠狠串 ，First Blood 一血盖胜，人头给到杰斯，全场哗然，韩国观众爆发出山呼海啸嘲笑。解说无力靠在椅背上，比赛结束了。T1 语音里 Warner 冷笑 ：“LPL 没人了吗？”Zeus 嘴角轻蔑，准备回线上吃兵。就在所有人以为闹剧结束的瞬间，倒下的尸体剧烈抽搐，猩红血气冲天而起，亡灵战神重新站起。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僵尸赛恩双眼冒红光，移速拉出残影，没有去追杀杰斯，死死盯着血皮蓝 buff， 砰砰砰，攻速快的惊人，蓝 buff 血量瞬间清零，蓝色光环在我脚下亮起，抢到了在敌方上野眼皮底下，用命硬生生抢掉打野的命脉。Warner 笑容僵住，怒骂阿西吧，没有蓝 buff 的盲僧前期节奏毁灭性打击，还没完，僵尸血量飞速流失，我猛地转身锁定站位靠前的杰斯，Zeus 心里一沉，本能感觉不妙，砰一拳砸在杰斯身上，全场到抽冷气，伤害太夸张，血量直接掉了一大截。Zeus 瞳孔收缩，狂按键盘想拉开，僵尸移速太快，第2拳砸下，杰斯血量瞬间见底。Zeus 额头冷汗直冒，闻到了死亡气息，一道金光闪过，杰斯交出闪现，狼狈逃回上路一塔下，僵尸血量耗尽，化作一地飞灰，整个召唤师峡谷死一般寂静。解说席上管泽元愣了3秒，猛地倒吸一口气，声音劈裂，他用一血代价换掉了蓝 buff 和闪现。杰斯拿了400块，但交了闪现，没有闪现的前5分钟极其危险，更要命的是盲僧打野节奏全崩。Tech 休息室里，教练双手死死抓着扶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算计极致的算计，从出门装到入侵路线卡视野，从送一血伤害控制到僵尸抢野逼闪现，这不是心态爆炸送人头，这是用自己的命强行撕开 T1 防线。泉水里我看着重生的赛恩，嘴角再次泛起冷笑，吃到蓝 buff 经验复活直接2级，拿人头的杰斯被迫回家，现在依然1级。我买出一双草鞋，按下传送，红色光柱准时亮在上路小兵身上，2级带蓝 buff 的赛恩，长剑加草鞋装备领先，面对没有闪现刚走到线上的1级杰斯，原本地狱难度的抗压局，开局短2分钟被我完成了优势兑现，传送落地，庞大赛恩挥舞巨斧，如同大山碾压进兵线，我目光盯着杰斯身后那座孤零零的防御塔，眼神狂热的令人心悸，老子这把要连人带塔全给你们扬了。红色传送光柱刺破峡谷宁静，庞大赛恩提着滴血巨斧砸在兵线处，时间2分15秒，我2级带蓝 buff， 长剑加草鞋，对面杰斯1级没闪现，正步履维艰从塔下往外走，压进去我低声自语，赛恩没有控线，直接开 Q 蓄力，巨斧高高举起，暗红区域笼罩3个近战兵和杰斯。Zeus 切换锤形态想加速走出范围，但他1级没鞋子，我卡他补刀僵直，砰巨斧砸下3个近战兵残血，杰斯被击飞，血量掉1截，我跟上普攻触发不灭之握，绿光从杰斯身上抽离回复我血量，西巴 Zeus 咬牙只能后撤，仗着等级优势和蓝 buff 冷却缩减，我像个永动机 Q 清线一踢小兵减速，顶着兵线伤害强行换血。游戏时间4分半，解说管泽元从绝望变成错愕，赛恩压着杰斯打，这是什么离谱画面？蓝 buff 收益太大，兵线理解教科书级别，一大波炮车兵浩浩荡荡推进 T1 一塔，我4级半，杰斯刚4级，血量2/3，常规上单会回城或做视野，但我没有，我操控赛恩大摇大摆走进防御塔范围，丁爆破天赋处
触发。Zeus 眼中闪过一丝狠力绝佳反打机会，杰斯炮形态强化加农炮轰在我身上，切锤形态砸脸平雷霆一击把我往塔深处锤，一套行云流水连招配合防御塔激光，我血量暴跌至谷底。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交闪或回头反打，但我对身旁杰斯视若无睹，双眼死死盯着那座反蓝光的防御塔。一刀我在语音里冷冷吐出，塞恩巨斧劈在塔上爆破充能完毕，轰防御塔猛地摇晃，一层镀层碎裂160块到手，防御塔第3次攻击落下，我倒在敌方塔下。Zeus 击杀了灵眼，韩国解说疯狂嘶吼世界第一上单的操作 ，LCK 粉丝爆发出震天动地欢呼 ，Tag 教练痛苦闭眼完了上路没法玩了，召唤师峡谷空气诡异停滞，倒在塔下的尸体喷涌无尽鲜血，血气凝结成漩涡，亡灵再次站起。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僵尸塞恩攻速拉满，没有去管近在咫尺的杰斯，无视防御塔射线，疯狂抡起双拳砸向一塔，砰砰砰，沉闷撞击声让 Zeus 笑容凝固。杰斯疯狂输出僵尸弹，这具尸体眼里只有塔。僵尸血量耗尽最后1秒，又一记重拳砸下，咔嚓，第2层镀层碎了，又是160块，全场死寂。管泽元颤抖着算账，我死一次给 Zeus 300块，但我吃到2层塔皮320块，兵线完全推进塔 ，Zeus 漏了4个后排兵。最恐怖的是我有传送死的早复活款，等我传送出来 ，Zeus 必须回家，否则扛不住满血塞恩下一波推进。镜头给到选手席，昏暗灯光下我脸色平静，飞速购买又一把长剑加红水晶 ，KD 也0比1，弹补刀领先10个，经济反而压了对面一头。中单喃喃自语这是什么打法？我按下传送锁定上路小兵，这叫推塔游戏。他们以为英雄联盟是打架游戏，我要教教他们什么叫战略碾压。游戏时间7分钟 ，T1 语音频道弥漫着难以名状的焦躁。王能来上路，这人是个疯子。Zeus 忍不住了，他完全不讲道理。对面那个叫灵眼的家伙像冷酷推土机，不走位不躲技能顶着杰斯伤害，只要爆破转好就一定要摸塔。杰斯蓝亮耗光，塞恩倒下，红着眼睛的僵尸爬起来继续拆。短短7分钟，我死了3次，战绩0-3，但 T1 上路一塔只剩1/3血，3层镀层全被我硬砍下来。Warner 操作盲僧绕开视野摸进三角草，我正推着大波兵线压向残破一塔，盲僧和杰斯前后包夹绝对死局。LCK 解说兴奋大叫制裁恶心送死流，我盯着小地图消失的盲僧，嘴角扯出冷酷弧度，没察觉我是在等 T1 把所有精力倾斜到0-3的我身上，打野动小龙下路压线，别给回城视野。我在语音里下达指令，话音刚落，盲僧天音波挂在我背上，2段回音击踹来拍地板减速，杰斯切换锤形态砸上来，2打1 T1 上也势在必得。我还有僵尸，我吼出这句灵魂台词，没有后退半步，没丢任何一个技能给他们，开启 W 护盾硬扛2人狂轰滥炸，顶着残血一头撞进敌方塔下，防御塔红光锁定我，这逼又要拆塔拦住他，Zeus急眼，一发强化加农炮轰在我身上，血量见底，倒下前0.1秒我按下 W 2段引爆，轰灵魂熔炉炸裂 ，AoE 清空塔下所有近战小兵，自家兵线毫无阻碍涌入塔下，塞恩倒地，战绩0-4。解说话音未落，声音戛然而止，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再次响起，血红僵尸拔地而起，此前炸清小兵，大炮车稳稳顶塔，僵尸塞恩完美输出环境，一刀2刀爆破我眼神狂热，仿佛与亡灵融为一体，轰隆隆坚不可摧的 T1 上路一塔，发出一声哀鸣，化作一地废墟。First Tower 一血塔提示音如惊雷炸响，单人推掉一血塔加3层镀层，海量经济灌注到0-4的我身上。同1秒钟，屏幕下方弹出系统提示 ，Tag 击杀了第1条炼狱巨龙，全场死寂，几万观众陷入短暂死寂。管泽元抓着麦克风手被青筋暴起，他用不值钱的0-3把打野定在上路，单人强拆一血塔补回经济，还帮队伍兵不血刃拿下小龙。这不是送人头，是用命换团队资源压制。经济面板弹出杰斯4-0豪华数据，个人经济只比我多不到200块。T1 拿4个人头，但 Tag 总经济反而领先1000，4个杀人诛心的人头换来战局全面落后。T1 休息室里 Benji 脸色铁青，一拳砸桌，这个令在跟我们玩宏观运营，告诉 Zeus 别管塞恩了，杀他拿不到钱还会亏节奏。Faker 推了推眼镜，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切屏看了一眼上路废墟，0-4的塞恩复活了，没有传送直接开启大招，嘟嘟嘟嘟嘟，震耳欲聋，开车音效响彻峡谷，庞大塞恩化作失控重型坦克，从泉水一路狂飙沿上路留下猩红轨迹，笔直撞向 T1 上路2塔，轰2塔血量瞬间掉了1格，扛着2塔伤害旁若无人开始清线。阿西他又来了， Zeus 手指发颤，杀他便僵尸拆2塔，不杀他当面吃兵还要敲塔。我坐在电脑前看着进退维谷的杰斯，拿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温水，平静下达下一个指令，下路双人组回城转线去中，打野控峡谷先锋。这把游戏10分钟后就没有兑现期了，一个将英雄联盟规则彻底扭曲的推塔恶魔，在这一刻向世界露出狰狞獠牙。首尔体育馆穹顶全息奖杯闪着蓝光，游戏时间28分45秒 ，T1 5人集结大龙坑试图翻盘，但语音频道里只有窒息的恐慌。下路那个怪物又来了，我战绩0-7-2，全场最多阵亡，但装备豪华的让人胆寒，破剑者巨型9头蛇3项之力。T1 下路高地塔和水晶藻被我3条命换掉，前方直通2座门牙塔，全员回城大龙不要了 ，Faker 当机立断，来不及了，他开大了 ，Zeus 绝望嘶吼，我浑身爆发出猩红血气，嘟嘟嘟，引擎轰鸣响彻峡谷。塞恩化身重装战车撞向左侧门牙塔，轰门牙塔血条蒸发1/3，一刀2刀爆破充能完毕，左侧门牙塔轰然倒塌，泉水亮起4道光柱 ，T1 4人回城完毕，所有技能如同暴雨砸向我，沙皇禁军之强，盲僧神龙摆尾杰斯苍穹之月，我倒在右侧门牙塔下，杀掉了守住了韩国解说劫后余生，我还有僵尸，我嗓音没有起伏，猩红血浆喷发，亡灵再次站立，免疫控制一拳又一拳砸在右侧门牙塔，砰砰砰，右侧门牙塔轰然碎裂，我化作飞灰，但 T1 水晶枢纽暴露在空气中，超级兵进塔 T1 没时间清线 ，Tag 4人带大龙 buff 传送到下路，30秒后 T1 水晶炸成漫天碎片，0比2落后，我们扳回一城，这只是开始。随后2小时成为韩国电竞
史上最黑暗时刻。第4局 T1 把塞恩送上班位，我反手锁下木魂人约里克，带着老婆和4个小鬼住在上路下路。Zeus 去参团我就推2塔，Zeus 来防守我就开大招耗残他，当着面强行爆破防御塔。35分钟我拔掉 T1 6座塔，决胜局战歌响起 ，T1 心态彻底崩溃，竟然在一个上单身上浪费4个班位。塞恩木魂人巨魔蛮王，我嘴角勾起嘲弄冷笑，秒锁海兽祭司俄洛伊。这局没有送死，只有阵地战推塔，带着破剑者在上路摆满触手，一个人压着 T1 上野2人打。32分钟我一鞭子抽碎 T1 水晶，首尔体育馆死寂一片，让2追3史诗级惊天大逆转，我们挺进4强。赛后热搜前10有7个与我相关，灵眼攻势0-7的 MVP， 英雄联盟是推塔游戏 Zeus 被打自闭，贴吧风向180度转弯。对不起林哥，我以前以为上单得天神下凡，今天才知道上单还可以当包工头。酒店会议室里教练问我战术怎么想出来的，我放下保温杯淡淡说，战术核心不是塞恩，是用死亡抵消对面防守反击时间，只要他们还在乎兵线和防御塔，这套打法就无解。但4强对手是 BLG 的贝，他和 Zeus 不一样， Zeus 在乎发育和兵线置换，会陷入杀人亏钱的逻辑死胡同。冰是一条疯狗，他不在乎兵线，只要看到我就会咬上来，会在兵线进塔前用纯粹伤害把我撕碎。媒体日韩国记者挑事问贝有压力吗？并留着板寸头，嘴角扯出狂傲笑容。送死流因为 T1 上单太软不敢下死手，打这种战术根本不需要运营，他想拿命换塔可以，我会让他死在去摸塔的路上。10分钟把他杀到断开连接，全场哗然。我面对镜头脸上没有表情波澜，慢条斯理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口型一刀。风暴在首尔夜空上空凝聚，所有人都以为我被打爆了，却不知道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4强赛首尔奥林匹克体操竞技场，半决赛场馆比8强赛大1倍，灯光交错，气氛如巨大火药桶，大屏幕上单 BLG 并对阵我，米勒高亢解说矛与盾的最极端碰撞，极致操作撕碎战术还是宏观运营碾压操作。BP 开始 tag 蓝色方 BLG 红色方 BLG 没有ban塞恩木魂人巨魔，把所有班位给下路和打野，完全信任并能打穿我的推塔体系。蓝色方一选我直接锁下塞恩，全场起哄欢呼，镜头给到贝，他脸上露出正中下怀的冷笑。BLG 4、5楼亮起红方5楼锁定，青钢营卡米尔并的招牌真实伤害砍坦克，你不是喜欢推塔吗？我用真实伤害砍断你的腿。游戏再入我活动手指关节，内心如死水般平静。出门装依旧常见3红，天赋不灭之握加爆破，1分30秒全军出击，上路兵线交汇火药味爆表。兵的青钢影同样常见加复苏之风出门，前排兵刚接触他直接越过兵线，一记普攻触发被动护盾，紧接着 Q 技能切割在我身上获得移速加成，绕到我侧面规避我预判 Q 的击飞中心，走砍卡位等待2段 Q 真实伤害充能，行云流水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蒸清脆金属切割声，2段 Q 带着刺目白光踢在我腰间，一击塞恩血条瞬间空掉1/3，好凶的换血灵眼被当玩具打，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鼠标没有指向青钢影，稳稳点在一个残血近战小兵身上，普攻收兵触发不灭之握，一口绿光从卡米尔身上抽回复微波血量，他连还手都不还，只顾着补刀便冷笑。2级3级上路一面倒屠杀，边卡米尔如优雅致命刺客，一勾锁挂墙2段强体突进精准踹晕我，接普攻战术横扫减速2段真实伤害收尾，我血线被压到斩杀线边缘，游戏时间4分钟，兵线被牢牢控在靠近他塔前，教科书级别死线，我敢上前吃经验就会被杀，不上前就会彻底废掉。米勒分析灵眼被卡脖子，我看了一眼时间4分15秒，又看了一眼经验条和防御塔距离，平静的脸上浮现出癫狂笑意，控线那就把线连着你的人头一起炸碎，打野别来上路去控小龙。我下达指令后操控残血塞恩，没有后退回城，直愣愣走向兵线，兵眼中杀意暴涨，这么贪兵把命留下。卡米尔勾锁挂墙弹射而出，我按下 W 套护盾，同时按下 Q 蓄力，砰！卡米尔踹晕我，打断蓄力，紧接着开启大招海克斯最后通牒，6边形立场将我死死锁定，并所有技能频率完美衔接。BLG 并击杀了 Tag Lane 一血诞生 ，BLG 粉丝爆发出雷鸣般欢呼，单杀并做到了4分半钟兑现单杀。镜头给到边，他冷笑准备暗避回城，下一秒庞大尸体爆发，震耳欲聋狂吼，血气冲天，僵尸塞恩拔地而起，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并下意识拉扯卡米尔往后，准备等僵尸血条自己流失干净，但他惊恐发现僵尸根本没有看他一眼。我的目标是那波被辛辛苦苦控住的多达10几个小兵的庞大兵线，僵尸攻速极快，拳头带被动最大生命值伤害，砰砰砰砸在蓝色方近战小兵身上，加上死前灵魂熔炉爆炸伤害，3秒钟内这波完美控线被清得干干净净，兵线平衡瞬间打破，红色方小兵死绝，蓝色方兵线如洪流，毫无阻碍涌向 BLG 上路一塔，僵尸塞恩还剩最后一点血，顺着兵线一头撞进防御塔射程，丁爆破充能开始，兵瞪大的眼睛看着红眼怪物抡起拳头，砰！防御塔哀鸣一层镀层碎裂，160块到手，僵尸化为灰烬。奥林匹克竞技场刚才狂欢的欢呼声，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戛然而止。解说席上米勒和娃娃面面相觑，眼中都看到了一丝恐惧，并拿到一血400块，但他的控线被我用命破。更要命的是兵线推进塔，卡米尔血量不健康，必须回城，可他一回城，这波进塔的兵线就会被防御塔吃掉，他会漏掉整整1波半的经验和金钱。导播切出经济面板，拿到一血的卡米尔1450，死了一次的我因为补刀领先加1层塔皮1520，我反而领先。解说席倒吸凉气，灵眼在拿命强行破局，选手席上被买好装备传送上线，看着空荡荡的兵线和少了1层镀层的防御塔，原本自信狂傲的脸色终于阴沉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击杀的不是破绽百出的对手，而是一台精确计算每一次死亡收益的恐怖机器。杀人游戏，我复活买出2把长剑1双草鞋，传送光柱在兵线上亮起，眼神冷酷而决绝，俯瞰一个被困在囚笼里的猎物。这一把我要让卡米尔连塔带人全部乱在上路。游戏时间5分30秒，并买出耀光青钢营赶回上路，但兵线
线没有停在塔前，僵尸塞恩用命推线，导致防御塔杀光小兵，兵线回推了。新一波兵线交汇在靠近我塔的绝对安全位置，我舒舒服服站在塔前，提着双长剑一斧头一个安稳吃兵。西巴被咬牙暗骂，卡米尔需要长线追击才能击杀，现在塞恩缩在塔下，他不可能越塔强杀满血重装战士，只能眼睁睁看我补刀。解说米勒惊叹这波兵线太诡异，灵眼用僵尸形态强行把兵线塞进边塔下，导致兵线重置，他反而进入最舒服发育节奏，并拿一血买药光战斗力最强，却一拳打在棉花上憋屈。游戏时间7分钟，我升到6级，清理完塔下最后一波兵，没有回城，没有做视野，贴着上半区墙壁绕开边防守线，径直走到 BLG1、2塔之间。导播镜头锁定提着巨斧的暗红身影，断兵线6级塞恩跑到2座塔中间断线，胆子太大了，这可是 BLG 福顶。新一波兵线从高地走出，经过2塔，我高高举起巨斧 Q 蓄力，暗红斧影铺开笼罩整波6个小兵，砰巨斧砸下后排远程兵残血，开启 W 顶伤害一推飞跑车平接引爆护盾，行云流水清空兵线，并站在1塔下面对空荡荡兵线，陷入迷茫狂怒深渊。打还是吃世纪难题，去抓我会漏掉自家小兵被塔吃，留在塔下吃兵我白嫖一波线，自家小兵无压力消耗1塔血量，真他妈恶心，并额头爆起青筋。最终他选择先吃塔下兵，他快我更快。清完兵线看一眼小地图 ，BLG 打野在下半区漏头中单被定在中路，没有人能抓我，我嘴角勾起冰冷弧度，转过身一头扎进 BLG 上半野去魔爪蛙。导播镜头里塞恩残忍蹂躏蛤蟆，打完蛤蟆顺手反掉3狼，吃干抹净我血量只剩不到1/3，这时候回城最稳妥，但我的字典里没有稳妥2个字，卡着下一波兵线时间再次走回1、2塔之间，这次并清完塔下兵杀气腾腾冲来，青钢影一勾锁挂墙2段踢直奔我，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交闪或大招逃跑，我双手离开键盘，拿起保温杯悠哉你盖子，不跑了，不仅不跑，连一个技能都不往卡米尔身上丢。塞恩转过身迎着新一波兵线按下 Q 蓄力，真卡米尔踹晕我大招矿主 AQ 接战术横扫2段，真实伤害爆发 ，BLG 并击杀了 Tag Lane， 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惊呼，又单杀并第2波单杀战绩2-0，但解说声音里透着一丝诡异的犹豫，为什么感觉并这波杀得这么憋屈？6边形立场消散，庞大尸体再次在猩红血气中爬起，僵尸塞恩，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僵尸看都没看双杀的青钢影，挥舞快出残影的拳头砸向被卡米尔护在身后的小兵，砰砰砰，恐怖最大生命值伤害爆发，眨眼之间一波兵线再次被清得干干净净，僵尸化作飞灰，并看着地上尸体，再看看空荡荡四周，握着鼠标的手指骨节泛白，人杀了但兵线又没了，这到底算什么？并在语音里爆粗，送来上路这逼完全不当人，我要把他杀得连泉水都出不来。解说席上米勒拿着技术统计面板倒吸凉气，游戏时间8分半，卡米尔战绩2-0，但塞恩补刀85刀，卡米尔只有60刀，他吃了一层塔皮反了2组野怪，经济差距他领先卡米尔200块。不仅如此，因为不断断兵线 ，Tag 小兵无压力进塔消耗 ，BLG 上路满血1塔，被兵线硬生生磨掉1层半镀层，疯了！全场观众脑子不够用了，什么时候开始英雄联盟变成了死得够快就能经济领先的游戏？泉水里我慢条斯理买出十字镐和红水晶，破剑者合成小剑，单带英雄的终极信仰，提供高额攻击力和生命值。附近没有友方英雄时，为自身和炮车兵提供恐怖双抗，对塔伤害大幅提升。我按下传送光柱亮在自家塔前，眼神冷酷盯着小地图上正在回城的卡米尔，嘴角勾起一抹宛如恶魔般的微笑。急了，疯狗终于要咬人了吗？那就来吧！你的每一次击杀都是在为你的防御塔敲响丧钟。游戏时间14分钟，防御塔镀层脱落，召唤师峡谷空气凝固如实质，压得 BLG 粉丝喘不过气。大屏幕上数据诡异至极，上路并青钢影战绩5-0，我塞恩战绩0-5，单从战绩看这是惨无人道屠杀。任何不知情观众都会以为 BLG 已打穿上路，但现实狠狠抽在所有传统运营观念脸上。BLG 上路1塔3分钟前已化为废墟，2塔血量只剩不到1/3 ，Tag 上路1塔还有3/4健康血量。导播切出双方上单个人经济曲线，全场哗然。0-5的塞恩经济曲线如高昂巨龙，死死压在5-0的卡米尔头上，经济差800块，死了5次的人比杀了5次的人多出800块。韩国解说爆头尖叫违背游戏底层代码，米勒深吸一口气，满是震撼敬畏。第一次、第二次被拿人头，但我用僵尸清空兵线，他拿不到小兵钱。第3次我推掉一血塔后主动扛塔送死，塞恩赏金因连续阵亡降到只有150，连跑车都不如。第4次、第5次送来上路抓，我开大招直接往2塔上撞，临死前硬生生把2塔镀层全啃下来。2个人抓死不值钱的塞恩，交了2个大招，还让 Tag 打野拿下先锋和小龙。我把兵线野区防御塔所有地图资源算计到骨头缝里，并5个人头全是被迫接下的无效击杀。赛场隔音棚内便脸色阴沉，能滴出水。他买出神圣分离者，伤害完全成型，却像一头被困泥潭的猛兽。他想打团，这身豪华数据一脚能把 Tag 后排踹碎，但他走不开。小地图上那个梦魇般的红色头像，带着成群变异炮车再次碾压进上路2塔废墟。我装备蓝里躺着破剑者加不假血，连魔抗都没出，全身上下血满拆塔王。剩下路小龙团我不能去了，便咬牙，我必须处理这个恶心的东西。你们4打4拖住。第3条小龙刷新关键的听牌龙 ，BLG 4人集结下半区河道 Tag 4人抱团，上帝视角2支队伍在龙坑疯狂拉扯，但全场几万观众目光全被右上角推塔游戏吸引。灵眼在2塔 BLG 不要了吗？我顶着破剑者光环巨斧劈在残血2塔，轰2塔倒塌发出震耳欲聋碎裂声，倒塌瞬间并青钢影从野区赶来，给老子死！他双眼喷火，卡米尔勾锁挂墙极限距离踹中我，大招框下 AQ 战术横扫真实伤害爆表，破剑者双抗在真实伤害面前依然单薄，我血条飞速下降，但让并绝望的是我依然没有还手，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塞恩庞大身躯无视卡米尔疯狂刮痧，径直走向 BLG 高地塔，丁爆破冲门开始的声音在本耳机里如
催命桑中，拦住他。他疯狂按键盘，砰！我倒在血泊中，战绩0-6，浑身浴血的僵尸再次站起，一刀2刀3刀爆破。我在语音里冰冷倒数，僵尸塞恩如不知疲倦打桩机，恐怖攻速配合破剑者对塔伤害加成，一拳又一拳砸在 BLG 高地塔，坚固高地塔血量以肉眼可见速度跌落一半，僵尸化为飞灰，并看着残血高地塔，脑海中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系统提示 Tech 击杀了炼狱巨龙，下路团战分出胜负，缺少 Ben 最核心的进场收割位 ，BLG 4打4节节败退，不仅丢了小龙中单左手，还被击杀，赔了夫人又折兵。BLG 教练在后台痛苦揪头发，这套战术解不开 Ben 被牢牢锁死在上路，他空有全场最高伤害，却辐射不到队友，无解的死结。游戏时间20分钟，大龙刷新，我复活装备栏多出一件巨型9头蛇，提供血量和攻击力，被动追形 AoE 伤害，清线速度匪夷所思，一发 Q 加一个平移，一波兵线瞬间融化。我再次按下传送光柱，直接亮在 BLG 下路高地前。打团拿龙那是你们玩的游戏，我眼神淡漠。英雄联盟核心机制是摧毁敌方水晶枢纽，只要我推塔速度大于你们杀我速度，你们就永远赢不了。嘟嘟嘟嘟嘟，引擎声再次响彻峡谷。塞恩化作血红色重型坦克，开着大招，带着身后浩浩荡荡超级兵，笔直撞向 BLG 摇摇欲坠的下路高地塔。绝望阴霾彻底笼罩这只 LPL 1号种子，杀人诛心的阳谋展现出最残酷獠牙。BLG 下路高地水晶轰然爆裂，半决赛悬念彻底被扼杀。3-0 Tag 兵不血刃带走 LPL 1号种子，并场均击杀超过8个战绩豪华。但在我的送死拆塔流面前，这些数据像沙滩城堡被兵线冲散。赛后握手边坐在电竞椅上，死死盯着失败2字，久久没有起身。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这位狂傲天才上单抬起头，眼神中没了赛前嚣张，只剩疲惫不甘。你赢了，并咬着牙声音沙哑，但你这种打法在毁掉上单位的尊严。我神色平静，轻轻握住他的手。尊严是赢家定的，当你连基地都守不住时，谈尊严太奢侈了。半决赛落幕，全球电竞圈前所未有大地震，灵眼攻势彻底出圈，惊动拳头设计师。外网论坛关于削弱爆破和塞恩被动的讨论盖起万层高楼，但世界赛期间版本锁定，任何紧急热补丁都意味着破坏赛事公平。总决赛对手是 LCK 1号种子阵局，横扫下半区的精密杀戮机器，他们的上单是被誉为国家队上单6边形战士的 T 巴黎雅高酒店竞技场，距离总决赛开幕不到48小时。阵局备战时气氛从容，毫无紧张。主教练 Edgar 站在战术投影幕前，反复播放我8强赛和半决赛冲塔画面。他真的很聪明，把兵线经济学和防御塔仇恨机制用到极致。T1 输在太想杀他， BLG 输在太相信个人操作，他们都掉进了用人头换防守时间的陷阱。T1 推了推黑矿眼镜，眼神锐利，只要不去吃他送的毒药，他的战术就毫无用处。他想送死我们不接就舍。Edgar 敲了敲黑板，明天给全世界展示一套完美绞肉机战术，切断他一切资源，封死他摸塔的所有路径，让这个自负的 LPL 上单体验什么叫真正绝望。2天后，总决赛战歌在巴黎夜空轰然奏响，数万观众欢呼，仿佛要掀翻穹顶。全息投影巨龙在舞台盘旋 ，Tag 与战剧选手缓缓登场。我依然是那副没睡醒的模样，宽大队服套在身上有些单薄，坐在聚光灯下，电脑前安静插上鼠标键盘，仿佛周围喧嚣与我无关。米勒激动高呼：“欢迎来到总决赛终极舞台！”第一局 BP 正式开始战。G 蓝色方 Tag 红色方真剧前3手 ban 掉豹女千绝妖姬，没有 ban 塞恩俄洛伊木魂人，他们放出我的绝活是要硬碰硬吗？蓝色方1楼真剧直接锁下目光之眼神，全场哗然。这个销声匿迹的纯蓝领上单被秒锁，教练皱眉肾的支援能力强 W 剑阵格挡普攻，有点克制你的推塔节奏，要不要换英雄？我目光幽深，死死盯着忍者头像，他们想玩拉扯我就陪他们玩，给我塞恩。红色方2楼锁下塞恩和皇子，随后真剧的 BP 如密不透风，大网照下来。打野永恒梦魇中单卡牌大师，下路寒冰射手加河流之王塔姆，解说席空气突然凝重，管泽元倒吸凉气，后背渗出冷汗，肾大招全图保护梦魇，全图关灯突进，卡牌半图视野加传送寒冰超远水晶剑塔姆深渊前行，这是全图流支援体系极致的控制加视野多夺。米勒声音焦急，这是为灵眼量身定制的无死角天罗地网。比赛再入我买出长剑3红，操控塞恩走向召唤师峡谷，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在对局开始前感受到如芒在背的压迫感。LCK 教练组展现出恐怖战术拆解能力，圣剑阵完美抵消僵尸塞恩爆破和普攻伤害，梦魇关灯让塞恩带线时失去所有视野，无法判断敌方防守人数，卡牌黄牌点控能将我死死定在原地。最致命的是5个英雄全有超远距离支援能力，无论我在地图哪个角落单带推塔，真剧都能在3秒内将2到3个大汉瞬间降临到我脸上。游戏时间1分50秒，上路兵线交汇，我像往常一样准备上前用 Q 推线换血。Teen 的举动让我眉头一皱，肾没有出多兰盾，而是出了红水晶，他完全站在自家兵线最后方，距离我足足800码。当我试图靠近兵线时 ，Teen 根本不还手，直接操控肾往后退，哪怕漏掉前排冰补刀，也绝对不让我技能摸到他一下，更别提触发不灭之我。他在控线，我心中瞬间明了，这不仅是普通控线 ，Teen 利用肾特有的身板和被动护盾，人为拉着小兵仇恨，把兵线死死卡在蓝色方上路一塔攻击范围外，塔前一步上单对线中最恶心的绝食流控线法。游戏时间4分钟，我血量满的肾血量也是满的，上路和谐的像打人机局，但我的心脏开始缓缓下沉，兵线被 King 完美冻结在塔前，我现在处于极其尴尬的位置，往前走一步面临防御塔威胁和敌方打野变，往后退吃不到经验等级会被迅速拉开。更要命的是我赖以生存的爆破天赋，到现在为止连防御塔边都没摸到过。管泽元赞叹这控线技术太艺术了， King 宁愿自己亏几个刀，也绝不给
给我把兵线推进塔的机会。我现在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完全借不到力。打野来上路帮我把线推进去，我在语音里呼叫皇子。皇子刚走到上半区河道，刷卡牌大师命运之眼在所有 tag 队员头顶亮起，全图视野暴露，河道草丛钻出浑身包裹黑气的梦魇 Q 技能扑在皇子脚下，配合中路赶来的卡牌，直接将 tag 打野逼退。占据视野控制和中野联动默契如精密钟表，将 tag 反扑意图掐死在襁褓中，兵线依然死死冻结在 King 塔前。我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经济面板，又看了一眼小地图上消失的敌方中野，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既然你们不让我吃线，那我就拿命去断。塞恩转过身，一头扎进河道，准备绕到阵距1、2塔之间强行清线。这是我对阵 BLG 时无往不利的阳谋。就在塞恩刚踏入阵距上半野区的瞬间，整个召唤师峡谷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拥抱黑暗吧，永恒梦魇的大招鬼影重重危机降临，召唤师峡谷天空被梦魇黑幕剥夺，我屏幕边缘被猩红漆黑迷雾包裹，小地图失效，队友视野全部丢失，没有任何视野无法判断敌人位置。呼啦一声凄厉风啸擦过耳畔，黑暗中冰蓝水晶剑从下路跨越半途，精准命中我庞大的身躯。艾希大招魔法水晶剑，我被眩晕在原地动弹不得。梦魇化作漆黑利刃风暴从天而降，撞击在我身上，植入恐惧，挂上减速。卡牌脚踩扑克牌传送阵落在我侧后方，金灿灿黄牌砸在我刚解除眩晕的脑门上，2秒点控，甚不慌不忙开启 E 技能嘲讽接上控制链，一套完美窒息的控制 combo。4个大汉围殴3级塞恩，血条眨眼清空，阵距 Peanut 击杀了 Tag Lane 一血爆发，娃娃爆头惊呼为了抓断线的塞恩，阵距交出梦魇卡牌寒冰3个大招，米勒声音绝望灵眼送死流核心是死在塔下用僵尸拆塔，现在阵距根本不让他靠近防御塔，在野区就把他宰了，尸体倒在冰冷河道，猩红血气爆发，僵尸塞恩爬起，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僵尸挥舞拳头红着眼冲向卡牌，阵距早有防备，卡牌后拉圣 Q 拉魂刃开启 W 剑阵，幽蓝剑阵铺开将卡牌和肾笼罩，叮叮叮，僵尸铁拳砸在剑阵上，所有普攻化为无效0点，2秒剑阵结束，僵尸血条流失殆尽化作飞灰，零伤害零兵线进账零防御塔消耗，极其惨痛的无效阵亡，我白白交出1血阵距拿到400块赏金。Kian 利用我死亡时间慢条斯理把兵线推进 tag 上路1塔，管泽元咽了口唾沫，我的传送还在冷却，这波兵线进塔我至少亏2波兵经验，等我走回线上剩5级我才3级，上路彻底断开连接。比赛室里我看着灰暗屏幕眉头深锁，原本平静的星湖被砸出涟漪，如果连兵线都摸不到，连防御塔都走不到，送死流就彻底失去意义。买出草鞋，我再次操控塞恩走向线上，游戏时间8分钟，同样一幕上演，这次我学乖不进野区，老老实实跟着自家兵线往前走，试图强行把兵线塞进阵距1塔，只要兵线进塔，哪怕被杀也能用僵尸摸塔皮。当我带着炮车刚踏过河道中线，刷卡牌大招视野再次开启，毫无悬念关灯梦魇突进，塔姆大招带着艾希从天而降，又是惨无人道4包1，卡牌黄牌甚嘲讽塔姆吞噬，我像狂风暴雨中无助挣扎的沙袋，被各种控制来回蹂躏，直到血条清空。这次我距离防御塔依然有500码，战绩0-2。LCK 解说开始提前庆祝，他们在用防守反击极致拉扯瓦解灵眼进攻，拆塔流成了给阵距全队提款的提款机。接下来10分钟成了 tag 粉丝不愿回首的梦魇。12分钟我试图强拆上路1塔，被圣大招套盾宝塔卡牌落地黄牌定住击杀0-3。15分钟我换线到下路带线，刚露头寒冰芒视野神剑跨半途命中，梦魇关灯飞大击杀0-4。18分钟我绝望之下想开车撞中路1塔，塔姆一口吞下残血塔下卡牌，圣原地嘲讽打断我僵尸形态击杀0-6。20分钟大龙刷新，积分板上我战绩0-8，阵距上下中3路外塔全部屹立不倒，血量最低的上路1塔还有一半血量，零破塔，我经济全面崩盘，连成型破剑者都买不起，身上只有寒酸提亚马特和几块散剑，阵距不断用全图流拿人头控视野 ，tag 野区被彻底反烂，中单打野为了救我也送出人头，经济差距拉开到绝望的6000块，队伍语音里死一般寂静，中单选手手在微微发抖，林哥要不别带了抱团守塔吧，再带下去这把要被剃光头，打野皇子叹气没用的，他们阵容抓单无解，打团也恶心，圣和塔姆保护太强，我开不到卡牌和寒冰，这把没了，心太烈了，面对窒息节奏，面对怎么也推不掉的叹息之墙，连最坚定的队友也开始怀疑战术合理性。米勒沉重叹息，没有任何战术完美无缺，真具用严苛战术执行力和耍赖阵容彻底破解灵眼攻势，今天灵眼可能要为狂妄付出代价。弹幕上黑粉狂欢，早说了小丑打法碰到真神原形毕露，0-8纯战犯滚下去换人，被当狗溜连塔边都摸不到可怜。比赛室内灯光昏暗，我坐在椅子上，屏幕灰色，没有急着买装备，没有安抚濒临崩溃队友，拿起水杯仰头喝了一口水，杯底碰撞桌面声音在死寂语音里格外清晰。如果对面是4个人5个人抓我，那说明什么？我的声音突然响起，语气中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队友们愣住了，说明正面战场你们面对的是一座空城。我死死盯着小地图，脑海中疯狂导推阵距交出每一个大招的时间，梦魇大招还差40秒，卡牌大招还差30秒，圣大招还差50秒。这是一个由5个大招构建的无缝牢笼，但只要技能就一定有真空期。我眼睛亮起近乎疯狂的光芒，卖掉你们身上所有加防御和魔抗的装备。我在语音里下达最疯狂的指令：全员买秒表，买复活甲，买一切能拖延死亡时间的装备。接下来我不要你们去守塔，也不要你们去抢龙。复活之后4个人抱团，直接从中路往对面高地走，不用管别的，见到人就用你们的命，把对面大招和控制全部给我骗出来。我按下回车，买出一把长剑，没有往边线走，而是退到自家高地
地极其隐蔽角落。如果他们想玩全图流的抓单游戏，我的手指放在2键上，那我就用大招陪他们玩一把真正的基地置换游戏，一场彻底抛弃常理，赌上全部职业生涯的绝地反击，在最深的黑暗中悄然酝酿。巴里亚高酒店竞技场空气压抑窒息，游戏时间22分钟，经济落后7000。tag 泉水里发生令所有解说瞠目结舌一幕，中单卖掉合成一半的法师神话装，打野皇子卖掉唯一成型防装，辅助砸锅卖铁清空针眼和工资装，4个人齐刷刷买下秒表。随后这支残破小队如敢死队，没有任何战术阵型，直挺挺走向阵距视野腹地。管泽元眉头拧成死结，这是白给吗 ？LCK 解说嘴角带笑脸的0-8摧毁了队伍心理防线，破罐子破摔，比赛可以提前结束了。导播镜头切过 tag 4人的脸，又给到缩在下路高地水晶背后的我屏幕上只有一把长剑，一双草鞋，所在位置是召唤师峡谷，视野绝对死角，哪怕是卡牌开大步把视角拉到边缘，也很难注意到我。往前走，别犹豫，我声音冷硬如铁。你们的任务不是杀人，甚至不是打伤害。当对面技能交出来的瞬间，按下金身，多活1秒，这把就能翻。tag 4人咬着牙踏过河道中线，阵剧中单Kobe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对面疯了，想强开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Peanut 准备关灯 ，Teen 的慎躲在下半区草丛冷眼旁观。他看了一眼计分板，塞恩不在正面，去找人的位置，别让他偷塔。他一个0-8废物，身上连成装都没有拿，偷塔。Peanut 冷笑，先宰了正面这4个，直接一波推平高地。话音刚落，Kobe按下2键命运，猩红独眼印记悬浮在 tag 所有队员头顶，全图视野被阵剧瞬间点亮。Kobe 迅速切平塞恩，在他们自家下路高地，离战场108000里，不管他。我飞对面 ADC 身后直接秒，就在卡牌大招落地传送阵亮起的同一瞬间 ，Peanut 按下梦魇大招，拥抱黑暗吧，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撕裂天际，整个峡谷陷入死寂漆黑，所有 tag 队员失去彼此视野。就是现在，黑暗降临0.1秒前，我深吸一口气，重重敲击2键，蛮横冲撞，嘟嘟嘟嘟嘟，引擎轰鸣在基地内炸响，庞大亡灵战神化作血红色重装战车冲出高地围墙，但我开车的方向不是中路，也不是上路，而是笔直朝自家下路2塔方向狂飙。塞恩大招速度快，但转向笨重，极易撞墙，职业选手只敢在宽阔兵线直线飙车，但我此时的车技展现超越时代认知的恐怖微操，没有走宽阔兵线，而是一头扎进下半区野区，战车擦着三郎营地墙壁呼啸而过，鼠标在狭小范围内疯狂微调，塞恩庞大身躯以不可思议的倾斜角度贴着蓝 buff 墙角完成惊险排水沟过弯，轰隆隆河道风在耳边撕裂，穿过魔爪蛙营地冲入下路河道，因为处于梦魇关灯状态，阵距下半区密密麻麻的视野，在黑幕中全程瞎子，没有人察觉到恐怖的推塔机器正沿着最刁钻路线以最高时速逼近阵距下路腹地。与此同时，中路战场化作修罗场，卡牌落地，黄牌直指 tag ADC， 梦魇化作黑影扑向皇子，塔姆深渊前行带着艾希出现在侧翼，兵剑已经离险，这是必杀死局阵据引以为傲的叹息之墙，叮叮叮叮，连续4声清脆金属共鸣音在中路黑幕中突兀响起，画面仿佛按下定格键，卡牌黄牌砸在小金人身上，梦魇扑杀穿过小金人虚影，寒冰冰剑擦着第3座小金人头皮飞过。tag 4名队员在阵距所有致命技能交出的前一瞬间，整齐划一按下秒表，4座金灿灿雕像矗立中路废墟，如4座无法逾越的丰碑。秒表2.5秒，绝对无敌。这原本是保命等队友救援的装备，但此刻被赋予了全新战术意义，强行买断阵距全图流大招的击杀时间。西巴他们出了4个秒表 ，Peanut 气急败坏，手势等金身结束全部宰了。阵距5人将4座金人团团包围，2.5秒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喘口气的功夫，但在这种级别职业赛场上漫长的如同1个世纪。1秒2秒，轰一声震碎地壳般的巨响从阵距下路高地方向传来，盖过了中路技能交织的爆炸声。Teen 心脏猛地一抽，不祥预感如毒蛇攀上脊背，他猛地切动视角看向自家下路，梦魇大招黑幕刚刚散去，全图视野恢复，阵距下路高地塔前出现浑身冒血光手提巨斧的狂暴身影塞恩。我的塞恩利用大招超远位移和野区完美飙车路线，在阵距全员集结中路的短短几秒内横跨大半地图，一头撞在阵距下路高地塔上。他怎么在那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没看到他？Kobe惊恐瞪眼，大招撞击伤害直接轰掉高地塔1/4血量。我眼神如古井幽深，鼠标点击防御塔，丁爆破天赋开始充能。长剑提供的微薄攻击力不重要，我要的是把积攒几个小时的死亡怒火全部倾泻在这座塔上。回城快回城，高地要掉了。Edgar 在后台声嘶力竭咆哮，他引以为傲的战术体系在这一声巨响中出现致命裂痕，但回城需要8秒，而 tag 4名队员金身时间刚刚结束，别让他们回城打断他们用命流。tag 队长皇子解除金身瞬间没有逃跑，直接交出 EQ2，连整个人如一杆视死如归的长枪扎进阵巨人堆，大招天崩地裂轰然盖下。tag 辅助也疯了，闪现冲进人群，交出所有控制。这不是打团，是飞蛾扑火的拖延。为了我这个0-8的上单，争取哪怕0.1秒推塔时间。4个人心甘情愿化作炮灰，疯子一群疯子。Teen 怒骂手中长剑疯狂劈砍皇子，中路 tag 4人被迅速融化，惨遭团灭。但与此同时，下路高地爆破充能完毕，我举起巨斧重重砸下一刀。随着这声冰冷入骨的宣告，阵距固若金汤的下路高地塔在巨大轰鸣声中碎裂成一地残骸，坚不可摧的叹息之墙塌了。下路高地塔倒塌在阵距心脏上开了一枪，这支 LCK 1号种子战术防线出现实质缺口，高地塔一掉下路，水晶枢纽暴露在空气中，泛蓝光的水晶是维系阵距完美拉扯的最后底线，一旦告破，超级冰会撕裂。他们引以为傲的全图支援体系，卡牌开大胜开大，马上回去 Peanut 狂吼。此时游戏时间23分钟，中路兵线距 tag 高地还有很长距离，阵距无法完成一波反推，唯一选择是回防下路，但卡牌和梦魇大招刚交掉，处于漫长冷却真空，唯独 King 的肾手里还捏着传送，他毫不犹豫在下路兵线残骸找
找到眼位，深蓝传送光柱冲天而起，远在下路高地的我完全没有见好就收，推掉高地塔后，头顶飘起250块赏金，但我看都没看右上角经济，迈着沉重步伐径直走向下路水晶。常见频率提亚马特重置普攻，即便没有破剑者攻击频率依然稳定致命，水晶血量一点点下降。3秒后传送光柱落地 ，King 的肾如幽灵出现在我身后，去死吧毒瘤！肾开启 E 技能精准嘲讽滑步将我定在原地，开启 Q 拉魂刃3发强化普攻，狠狠劈在我背上。真巨打野梦魇和下路双人组从泉水赶来，四面包夹插翅难飞，我被嘲讽控制血量如漏水木桶狂掉。0-8塞恩身板脆的像纸，米勒攥紧拳头 ，King 回来了，灵眼走不掉。水晶还有一半血，这波好像来不及拆，但能换掉高地塔 tag 已经血赚，只要死了这波节奏就断了。真巨不会再给第2次开车机会，控制解除我血量只剩不到1/5，看着包围过来的真巨，众人脸上没有任何慌张，连闪现都没交，鼠标轻移，塞恩没有逃跑，顶着肾伤害往前走了一步，再次将斧头对准水晶。他在送环要强行给水晶韩国解说疯狂叫嚣，砰梦魇 Q 刮在塞恩身上带走最后一丝血，战绩刷新0-9，漂亮杀得好，让他死在水晶前面。King 长舒一口气，只要水晶保住超级兵不出来，就能通过4-1分带稳住局面。就在 King 准备转身清兵时，下路高地废墟喷发出浓稠到令人作呕的血气，庞大尸体在所有观众惊恐目光中发出震耳嘶吼。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我，还有僵尸！我冷酷声音在耳机回荡如地狱低语，血红僵尸拔地而起，被动死亡荣耀触发。King 瞳孔骤缩，他忘记了被前期连续死亡麻痹了神经，忘记送死刘塞恩最恐怖的不是活着时能造成多少伤害，而是死后那几秒钟的绝对狂暴。拦住他 King 疯狂按技能，但甚嘲讽刚交过剑阵还在冷却，僵尸攻速瞬间突破极限，拉出暗红残影，无视身旁疯狂输出的4个人，眼中只有那颗跳动的水晶枢纽。砰砰砰砰砰，恐怖打击声连成一片，每次攻击附带最大生命值额外伤害，虽对建筑物有减免，但在这鬼畜攻击频率面前，水晶血条如阳光下的雪花飞速消融。3秒，仅3秒钟，僵尸在血量流失殆尽最后一刻，挥出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击右勾，轰耀眼的蓝光炸裂，真巨下路水晶在僵尸倒下同时彻底粉碎。系统提示 tag 摧毁了一座召唤师水晶，冰冷机械女声在此刻震。据听来如宣判死刑丧钟，全场死寂。管泽元张大了嘴巴，半天没发出声音。导播将镜头拉远，展现整个峡谷宏观局势。米勒猛地倒吸凉气，爆发出震耳欲聋嘶吼，破了灵眼，把阵巨下路水晶拆了。0-9一个0-9的塞恩，在5分钟内单枪匹马，在阵巨4-5个人的眼皮底下，硬生生把全图流叹息之强壮的粉碎。阵巨阵容是宝牌之源流，根本没有处理超级兵的能力。下路水晶一破，超级兵源源不断上高地，阵巨必须分出至少1个人去死守下路。从现在开始，阵巨再也无法凑齐5个人去全图抓灵眼，他们的阵容体系被我用9条命强行破解。Edgar 教练瘫坐在椅子，双手捂脸，食指插进头发。他输了在最引以为傲的战术推演上，被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中国选手彻底击溃。一旦有人被牵制在下路处理超级兵，全图流牢笼不攻自破。我想去上路带线就去上路，想去野区自爆就去野区。真巨引以为傲的绝世控线，在超级兵压力下成了笑话。游戏时间26分钟，复活后我看着装备栏里一长串金币，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买出破剑者核心部件加1块红水晶，传送上路。失去叹息之墙保护的真巨如被剥光铠甲的士兵，我开始残忍折磨，推上路 King 的肾被迫来防守，我直接无视肾刮痧伤害，顶着塔硬啃下上路一塔。肾敢开剑阵格挡，我就停手等剑阵结束继续敲。塔姆和梦魇想来抓，但 tag 其余4人已复活，趁着真巨防守上路下路空隙，直接 rush 掉大龙，顾此失彼，首尾难顾。30分钟 tag 带着大龙 buff 3路齐推，我塞恩已肉得像座山，手里提着破剑者和巨型9头蛇，站在真巨高地耀武扬威，开团和他们拼了口为绝望怒吼。卡牌飞大梦魇关灯，但在巨大经济优势和超级兵压境的绝对力量面前，一切挣扎苍白无力。我开启大招，没有撞向敌方后排，而是笔直撞在真巨门牙塔上，轰门牙塔破碎，紧接着主动扛起2座门牙塔激光和5个人的伤害，硬生生把自己送死在基地深处。僵尸塞恩拔地而起，1刀2刀3刀爆破，随着最后一记重锤砸下，真巨水晶枢纽在绚烂爆炸中化作虚无。第一局 tag 胜，比赛结束，面板上我战绩定格在可怜的1-12-3，全场阵亡，最高击杀倒数第一，但对塔伤害32000点，比全场其他9个人总和还多3倍，用最极致的负面战绩打出最具统治力的战局效果。接下来第2局第3局阵巨心态彻底崩盘，放弃全图流，试图回到常规对线，但在已经被我带入泥潭的比赛里 ，LCK 严谨运营体系支离破碎。我掏出木魂人，掏出巨魔，每一局战绩惨不忍睹，但每一局结束时，对面高地总是千疮百孔，比分来到2-2平。总决赛战歌响起，决胜局 BP 界面阵巨5名选手眼眶通红，眼神透露出被折磨到极致的疯狂。King 死死盯着屏幕，声音沙哑：“教练给我选剑姬，我要和他拼刺刀，我不要运营了，不要战术了，我要在线上把他砍成碎片。”最后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已不是战术博弈，而是信仰与底线的终极碾压。我坐在蓝色方1楼，看着教练递来的战术板，嘴角第一次勾起真正意义上的微笑，握住鼠标，没有悬停在任何花里胡哨的战术英雄上，稳稳点在一个红色魁梧身影上。送了4局，也该让你们看看推塔游戏的终极形态了。锁定亡灵战神塞恩，巴黎之夜苍穹下，终极决战倒计时正式归零，2-2平，距离召唤师杯只剩最后一个。大屏幕上 BP 阵容彻底锁定，蓝色方阵巨上单无双剑姬打野盲僧中单塞拉斯，下路卢锡安加娜美极致打架阵容。King 彻底抛弃防守反击，要用剑刃把我切碎。红色方 tag 上单亡灵战神打野猪妹中单加里奥，下路伊泽瑞尔加卡尔玛，我依然是雷打不动的塞恩。进入召唤师峡谷。
果，决胜局正式拉开帷幕。我活动了一下僵硬右手手腕，鼠标在商店界面快速点动，出门装发生微妙变化，没有买常见红水晶加2瓶红药水。米勒紧盯屏幕，灵眼换装备了面对剑姬选保守血量装，剑姬被动破绽是最大生命值真实伤害，出护甲没用堆血量或许能多抗2下，这是要认怂抗压了吗？娃娃推测。然而我接下来的走位把认怂2个字撕得粉碎，没有去线上也没有站岗防守野区，庞大塞恩提着巨斧孤身穿过河道，大摇大摆走进阵距上半野区峰会鸟营地。游戏时间1分25秒，野怪即将刷新，导播镜头瞬间锁定这里。Teen 剑姬原本在塔下等兵线，敏锐职业嗅觉察觉野区异动，他在动我的 F6 Peanut 宝塔。Teen 冷喝提着细剑直奔野区，阵距打野盲僧原本下半区开红，立刻放弃红 buff 往上半区赶，1分30秒 F6 刷新，我看都没看包夹过来的剑姬，一发蓄力 Q 狠狠砸在 F6 营地中央，开启 W 顶着6只小鸟啄咬强行清野，找死 Teen 剑姬赶到 Q 破空斩突刺向前，精准击破我正面破绽，清脆玻璃碎裂声响起我血条掉了一截，剑姬获得移速加成和微量生命恢复，一下2下剑姬频率如狂风骤雨，但我完全无视身旁疯狂输出的剑姬，走砍频率把所有伤害灌在 F6 大鸟身上，哪怕血条见底，眼神依然死死盯着野怪血量，砰，最后一下重击大鸟倒地，金币跳出，几乎同1秒剑姬致命一击落下，阵距 King 击杀了 Taglin， 全场雷鸣般欢呼，韩国解说从椅子上跳起来 ，First Blood 1分40秒一血，那个只会送死的家伙在剑姬面前连兵线都看不到 ，King 脸上冷笑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僵在嘴角，倒在地上的塞恩尸体猛然抽搐，猩红血气冲破巴黎体育馆穹顶，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我平淡声音如精密机器，僵尸塞恩拔地而起，双眼冒红光，根本没有去追杀残血剑姬，转过身一头扎进旁边剩下的5只小鸟堆，砰砰砰，恐怖攻速加最大生命值伤害，眨眼之间5只小鸟被清得干干净净，僵尸血量流失殆尽，化作飞灰，他把 F6 全吃了，赶到一半的盲僧停下脚步，看着空荡荡野区陷入迷茫，米勒倒吸一口气，大脑疯狂运转，剑姬拿了400块一血确实很赚，但我吃了一整组 F6 拿到了金币，更重要的是经验，复活上限直接2级，盲僧为了来上路包夹放弃下半区正常开野路线，现在站在上半区没有野怪可刷，打野节奏彻底打乱，赛场上复活的我买出一把长剑交出传送，稳稳落在自家1塔前，此时上路兵线刚刚交汇，2级的塞恩面对因为去野区拿一血漏掉3个前排兵经验，依然只有1级的剑姬。 King 看着身上带蓝光声段特效的塞恩，握着鼠标的手指猛地收紧，他又被套路了，400块一血像涂满剧毒的苹果，他咬了一口尝到甜头，却把自家打野开局节奏连带着自己前期兑现主动权全盘输进去，打野去下半区把对面野区全反了，对面的盲僧现在是废的，我在语音里下达指令，语气平稳 ，tag 打野猪妹心领神会，一头扎进盲僧红 buff 野区，开始肆无忌惮掠夺，上路对线再次演变成令人窒息的折磨，有了等级优势，我根本不跟剑姬打近身肉搏，利用 Q 和1远距离消耗小兵，把兵线死死往剑姬塔下推，5分钟兵线进塔，剑姬塔下补刀，我开启 W 护盾，大摇大摆走进防御塔射场，丁爆破天赋触发 ，King 双眼冒火剑姬 Q 戳在我身上，反手开启 W 劳伦特星眼刀试图招架，但我根本没打算攻击剑姬，一刀塞恩巨斧劈在防御塔上，绿光炸裂，一层镀层轰然粉碎，160块道长，防御塔射线落下，配合剑姬伤害将我击杀，战绩0-2，又送了他，还在送观众席，有人大喊，下一秒僵尸塞恩爬起来，无视剑姬疯狂走砍，挥舞双拳，硬生生把防御塔第2层镀层锤下来，2层镀层320块加完美推进塔的一大波兵线，拿到人头的剑姬血量见底，面对心绪上来的一波蓝色方小兵，不回城会被小兵活活打死，回城这波兵经验和经济将彻底化为泡影，这根本不是兑现，这是强盗逻辑。King 在语音里怒吼，理智的弦在崩断边缘疯狂拉扯，游戏时间15分钟，积分板上数据依然魔幻，剑姬战绩5-0我0-5，但真NG上路1塔早已化为废墟，2塔摇摇欲坠，更让真NG绝望的是我的送死换资源逻辑如可怕病毒开始在整个 tag 蔓延。16分钟第3条小龙刷新，真NG 5人抱团在小龙坑布置视野，想用团战胜利扭转宏观劣势，但 tag 根本不接团，打野猪妹孤身摸进龙坑拼死，抢下小龙，随后被真NG 5人激活秒杀，中单加里奥开大招，英雄登场落在下路，配合伊泽瑞尔强行拔掉真NG下路1塔，随后加里奥被赶来的塞拉斯击杀，人头比8-1阵NG大幅度领先，但防御塔数量0-4阵。据所有外塔全被拔光 ，tag 全员恶人娃娃看得目瞪口呆，他们彻底被灵眼同化了猪妹，用命换小龙，加里奥用命换防御塔，他们把英雄联盟变成冷血数学交易。米勒声音激动，只要我赚取的地图资源价值大于我送给你的人头赏金，我就是赢的。真巨像挥舞大刀的壮汉，却一拳拳打在空气上。赛场上我买出巨型9头蛇和破剑者，看了一眼小地图上抱团取暖进退维谷的真巨众人，眼神闪过一丝冷冽锋芒。推塔游戏的教学局结束了，现在进入强拆环节，游戏时间32分钟，诡异漫长的拉锯战，真巨坐拥15个人头巨大领先，经济面板只领先不到2000块，这种经济差在我面前如一层窗户纸。此刻召唤师峡谷满目疮痍，真巨上路下路高地水晶全部暴露，光秃秃像2块砧板肥肉。tag 这边除上路外塔被剑姬单带拆掉，中下2路2塔依然屹立不倒。大龙刷新打野 Peanut 声音透着疲惫，他盲僧踢出无数完美回旋踢杀了很多人，却感觉不到一丝胜利希望。打大龙必须逼他们接团 ，King 死死盯着屏幕，他剑姬装备极度豪华，贪欲9头蛇3项之力破剑者，需要正面5打5用绝对操作碾碎偷渡无赖。真巨5人迅速向大龙坑集结排空视野，果断
动龙。内侍男爵发出震耳欲聋咆哮，血量飞速下降。阵巨在 Rush 大龙孤注一掷了，米勒紧盯大屏幕 ，Tag 这边要接团吗？皇子有大哥，加里奥有大招，这波不是不能打，但 Tag 防守大龙坑的只有4个人。导播镜头猛地切向下路，浑身包裹暗红铠甲的亡灵战神如重型推土机，带着炮车兵静悄悄碾过阵巨下路高地废墟。0-8塞恩4件套破剑者，巨型9头蛇斯特拉克挑战护手千变者假修，肉的令人发指，推塔快如雷霆。他在下路灵眼，又在下路根本不管大龙。LCK 解说急的破音，阵巨队内语音炸锅，大龙血量还有一半回不回去 ？Peanut 喊不能回，现在回去龙白打还会被包夹强打，打完带大龙 buff 一波推平他们。King 双眼血红剑姬攻速拉满，疯狂劈砍大龙，吼内侍男爵轰然倒地。阵巨全员沐浴紫色龙血 buff， 同1秒系统提示 Tag 摧毁了一座召唤师水晶。我2斧头劈碎下路高地塔，用爆破天赋将裸路下路水晶一拳砸碎，兵分2路辅助打野回城守家，其他人跟我直接中路推 King 下达最后通牒。大龙 buff 强化兵线，是他们一波终结比赛的唯一底牌。盲僧和娜美走到安全位置，按下 B 键准备回城。回城引导条即将堵满瞬间，草丛窜出壮硕身影 ，Tag 打野猪妹毫无征兆交出 Q 级寒突袭，一头撞在盲僧和娜美身上，硬生生打断回城。西巴你找死 ，Peanut 爆猛，盲僧瞬间反打一套技能将猪妹打成残血，猪妹根本不还手，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丢减速技能，像牛皮糖死死黏住这两人。同时中路正面战场剑姬塞拉斯卢西安带着强化大炮车浩浩荡荡压向 Tag 中路高地，放他们进来，我声音冷酷带着决绝风景。加里奥 EZ 用你们的命把兵线卡在高地塔外面，绝对不能让跑车进塔。Tag 中单 ADC 没有丝毫犹豫，加里奥一正一冲拳撞进，真巨人堆开启 W 杜朗护盾疯狂嘲讽 ，EZ 奥数跃迁跳到兵线脸上，大招精准弹幕贴脸刮出强行清线，他们疯了吗？双 C 肉身开团清兵娃娃惊骇大叫，面对真巨3大核心爆炸输出，加里奥和 EZ 2秒内被瞬间融化，但兵线断了大炮车，在加里奥倒下地方碎成零件，没有兵线阵巨就算有大龙 buff 也无法扛着高地双塔伤害强行推平，兵线没了退等下一波线口尾咬牙切齿，等不了了 King 目光死死盯着小地图，声音颤抖如拉紧弓弦，摧毁下路水晶的红色头像没有像往常后退，没有回家，没有去吃野怪。庞大塞恩踩着下路高地废墟，一步一步沉重决绝走向阵距2座门牙塔，他要强拆基地塔，回城全员回城 ，King 声嘶力竭狂吼，剑姬塞拉斯卢西安立刻原地按回城，想走 Tag 刚复活辅助卡尔玛闪现出高地墙 ，RQ 强化心灵烈焰砸在3人脚下，伤害不高但完美打断3人回城独条，这群疯狗 King 彻底失去理智，剑姬 Q 上去一剑劈碎卡尔玛，但回城被打断重新独条续8秒，就算跑回泉水也要10几秒，时间成为悬在真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导播将所有镜头全部分配给真巨空荡荡高地，我走到右侧门牙塔前没有急着攻击，在等爆破天赋独条，丁绿光亮起，我举起卷刃巨斧重重砸下，一刀巨大轰鸣，门牙塔血条跌落1/3，破剑者对塔真实伤害加成展现的淋漓尽致，巨型9头蛇重置普攻，2刀又是一记沉闷撞击防御塔，发出不堪重负吱呀声，泉水亮起3道传送光柱，被猪妹纠缠的盲僧娜美以及刚跑回泉水的塞拉斯终于赶回来，3个大汉带着绝望怒火冲向我，塞拉斯偷取塞恩大招如炮弹撞在我身上，盲僧天音波挂上2段 Q 踢脸，那枚水炮精准命中，我血量飞速下降，但连一个多余操作都没有，不走位不交技能，只有一下又一下枯燥沉重致命的平命，3刀轰右侧门牙塔轰然碎裂，漫天石块砸落水晶枢纽蓝色光幕上，战绩刷新0-9，塞恩倒下，数万观众屏住呼吸，没有人欢呼，阵巨守住了基地，所有人都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那具庞大尸体，血光冲天，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我，还有僵尸，我猛地摘下隔音耳机，狠狠砸在键盘旁，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燃烧着绝对疯狂，这是总决赛舞台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这句台词咆哮出声，血红僵尸拔地而起，被动死亡荣耀极限攻速，完全无视身边疯狂输出的3个人，巨大铁拳化作密不透风残影，狂风暴雨砸向仅存左侧门牙塔，拦住他西巴 King 剑姬顺着门牙塔残骸眼位传送落地，4破开启真实伤害爆表，但僵尸免疫一切控制，猩红眼睛里只有防御塔，砰砰砰砰，伴随最后一下附带最大生命值伤害的重击，左侧门牙塔哀鸣化作齑粉双塔尽失，象征着联盟最高荣誉的水晶枢纽，剥去所有伪装，赤裸暴露在空气中，僵尸血量耗尽化作飞灰散落风中，守住了 King 看着裸露基地双手剧烈颤抖，只要基地没爆，他们带着大龙 buff 就还有翻盘希望，他刚想在语音里指挥反推，突然嘟嘟嘟嘟嘟一阵沉闷粗犷如死神丧钟的引擎轰鸣，突兀穿透战场，硝烟响彻整个召唤师峡谷， King 瞳孔猛地收缩到极点，塞恩复活了，由于前期死太多，我等级比全场平均低2级，等级越低复活时间越短，加上启迪系缩减复活时间的符文，僵尸形态结束后不到20秒，我再次从泉水站起，没有任何买装备停顿，大招蛮横冲撞直接在泉水开启，血红色战车带着无与伦比的决绝与狂暴，沿着中路笔直大道向阵距，毫无防备的裸体水晶发起最后死亡冲锋，爆破随着我一声嘶吼，决战硝烟彻底将巴黎夜空点燃，几万双眼睛死死锁定大屏幕，嘟嘟嘟嘟嘟粗犷引擎轰鸣撕裂决胜局焦灼空气，猩红亡灵战神化作无法阻挡的彗星，从 Tag 泉水弹射起步，大招蛮横冲撞开启，血色战车碾过高地台阶，碾过中路2塔废墟，速度飙升到系统最高阈值，强烈风压在塞恩庞大身躯两侧形成白色气流，阵巨队内语音乱成一锅开水，挡住他，用肉身挡住他，绝不能让他撞到水晶。King 嘶哑吼声穿透耳机，塞恩大招绝对霸体免疫一切常规控制，盲僧踢娜美水炮塞拉斯
斯锁链全都没用。真巨打架阵容里没有任何英雄拥有改变地形能力，他们停不下这辆车，唯一办法是用英雄血肉之躯当减速带，在塞恩撞上水晶前强行逼停。我来 Peanut 盲僧 W 摸到高地前沿小兵身上，挺起胸膛死死卡在我冲锋必经之路。塞拉斯和剑姬紧随其后，三人品自行站位，在裸露基地水晶前筑起人肉城墙。导播镜头紧跟着狂飙的塞恩，2000码、1000码、500码碰撞即将发生。米勒握紧双拳，连呼吸都停滞。盲僧站位封死了正面灵眼，必须撞停，只要撞在人身上，塞恩就会陷入短暂僵直。真巨5个人一拥而上，哪怕在肉也能在3秒内融化。我坐在电脑前，双眼死死盯着屏幕，眼白血丝纵横，双手稳如外科医生手术刀。屏幕光影在我脸上疯狂跳跃，想挡我嘴角扯出冰冷癫狂弧度。左手手指轻敲键盘，右手鼠标，以违背常理微小幅度猛然一甩。塞恩庞大身躯在距离盲僧不到100码极限距离，突然向右侧发生诡异倾斜。峡谷先锋残骸处巨大脚掌在地上摩擦出深深胶痕。漂移体型笨重的亡灵战神在千钧一发之际完成贴着盲僧鼻尖擦过的极限弧线漂移。什么 Peanut 瞪大双眼，眼睁睁看星，红血气从身侧呼啸而过。盲僧控了后方，塞拉斯和剑姬大惊失色，试图横向补位，但塞恩速度太快，快到超越人类神经反应极限，轰整个峡谷地形仿佛都在剧烈震颤。塞恩庞大身躯以最高速度结结实实撞在真巨毫无防备的蓝色水晶枢纽上，高额物理伤害加破剑者对塔加成，水晶血条瞬间蒸发1/4，撞到了灵眼，绕开人肉防线，直接撞在基地上。娃娃嗓音彻底劈裂，杀了他，给我杀了他 ！Pin 双眼充血，剑姬 Q 破空斩刺碎我身上，破绽真实伤害爆开。塞拉斯一强攻拉近距离 ，W 弑君突刺扎进我胸膛。卢锡安开启圣枪洗礼，密集银色子弹如狂风骤雨倾泻。娜美大招怒涛之效将塞恩高高击飞。5个人阵巨倾注全队所有技能、所有伤害、所有怒火，全部砸在这个胆敢单枪匹马闯入他们最后圣地的疯子身上。塞恩血条以肉眼可见恐怖速度疯狂下跌。千变者假修抗性叠满斯特拉克挑战护手触发巨大护盾，但在5个顶级职业选手集火面前，在后护盾也如薄纸。控制链将塞恩死死定在原地，没有任何操作空间，按出一次普攻。砰！卢锡安一发透体圣光穿透胸膛，亡灵战神庞大身躯轰然倒塌，巨斧重重砸在水晶旁石板，溅起一地灰尘。战绩定格0-10，系统冰冷击杀提示音在峡谷回荡。战巨 ruler 击杀了 Tagline， 韩国解说席爆发出劫后余生狂吼，死了终结了，他连一下平 A 都没打出来。水晶还有3/4血量阵。巨守住了，反击马上反击，带着超级兵一波推平台。站在水晶前的 Team 看着地上尸体，握着鼠标的手指剧烈颤抖。他太熟悉这个画面了，这几个小时比赛里，他无数次把我踩在脚下，但每一次死亡换来的都是更恐怖的梦魇。他死死盯着塞恩尸体，喉咙发出困兽般嘶吼，撤开拉扯他，等他血流干，别让他摸到水晶。但一切都晚了，倒下的尸体猛地喷发出浓稠到化不开的猩红血气，血气冲天而起，染红整个屏幕，也染红雅高酒店竞技场每一个角落。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我带着撕裂声带的疯狂，在队伍语音也在全世界观众脑海中轰然炸响。亡灵战神拔地而起，被动死亡荣耀触发。此刻僵尸双眼如燃烧炼狱之火，浑身散发令人窒息的狂暴气息，攻速瞬间突破系统上限，拉出暗红残影。500点移速加成让塞恩像红色闪电，瞬间贴近闪烁蓝光的水晶枢纽，拦住他。Peanut 盲僧一脚神龙摆尾踹在僵尸身上，毫无作用，僵尸形态绝对免疫任何控制。我眼中此刻没有剑姬利刃，没有卢锡安子弹，没有世界赛奖杯，没有场馆喧嚣，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颗水晶的血条，以及脑海中精密到毫秒的伤害计算。一刀巨大铁拳携带最大生命值10%额外物理伤害，裹挟破剑者对建筑物增伤，狠狠砸在水晶上，轰水晶血量猛地下滑一截。西巴伤害怎么这么高？科威绝望按下金身，试图用视觉障碍干扰我点选，但我鼠标如焊死在水晶上，稳若磐石。2刀巨型9头蛇被动触发锥形箭射伤害，将旁边卡位的娜美扫成残血，水晶血量只剩一半。僵尸血条也在系统机制和阵巨5人疯狂输出下飞速流逝，眼看见底，快死了，他快死了，伤害不够，娃娃急的眼泪快掉下来。水晶还有血灵眼要倒了。就在这时，僵尸拳头再次举起，防御塔底座上亮起微小却致命的绿色光点，这是我整场比赛用命去堆叠、去忍耐、去算计的终极杀招。爆破天赋充能完毕，我双手猛地离开键盘，食指在半空中用力张开，仿佛要将所有力量倾注在这一击，对着麦克风喊出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也即将贯穿整个英雄联盟历史的终极宣告。爆破伴随震碎灵魂的狂吼，僵尸塞恩挥出存在于这个峡谷的最后一拳，轰隆隆，巨大铁拳砸在水晶上，绿色爆破光芒与水晶破裂蓝光交织成刺目能量风暴，水晶血条瞬间清零，僵尸庞大身躯在这一刻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化作漫天飞扬灰烬消散在风中。画面在这一秒定格，整个世界仿佛按下静音键。真巨5名选手保持疯狂敲击键盘姿势，呆呆看着屏幕中心正在崩塌的蓝色建筑。米勒张大了嘴巴，瞳孔剧烈收缩。几秒钟死寂之后，砰！伴随系统轰鸣阵，巨水晶枢纽彻底炸裂，化作无数晶莹剔透碎片向四周溅射。大屏幕上金色胜利2字重重砸在我屏幕中央。赢了！米勒喃喃自语，猛地站起身，一把扯掉领带，声嘶力竭咆哮传遍全球每个转播间。赢了！我们是冠军 ，Tag 是冠军。灵眼这个被称为大龄混子的男人，用近乎疯癫的执念，用超前于整个时代的绝对理解，把高高在上的 LCK 1号种子硬生生砸碎在自己的
的防御塔下。临杠时，他又一次打出全场最惨不忍睹的战绩，但他推掉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座水晶。让我们大声喊出那个名字：推塔暴君灵眼！华竞技场数万观众压抑彻底引爆，欢呼声、尖叫声、哭泣声交织，声浪几乎掀翻场馆屋顶，漫天金色雨从穹顶倾泻，纷纷扬扬落在比赛台上。Tag 打野皇子一把扯下耳机，整个人从椅子弹起来，冲过来紧紧抱住我脖子，嚎啕大哭。中单下路双人组也冲过来，4个人把我团团围住，又蹦又跳。我被队友摇晃着慢慢摘下耳机，感受耳边震耳欲聋声浪，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我赢了。你赢得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而在召唤师峡谷青铜段位到王者之巅，每当一个提着巨斧的亡灵战神红着眼睛倒在敌方防御塔下，那句灵魂般的战吼依然会以各种口音在无数个电脑屏幕前响起。兄弟们，这波我不活了，人头给了，我还有僵尸，这就是推塔暴君留给这个世界永不磨灭的烙印。